打开租房 APP， 把通勤时间设为40分钟以内，会看到一件反直觉的事。在北京，同样40分钟到国贸，东边15公里外和南边6公里外的房子，租金咬在一个档位上。在上海，同样40分钟到南京西路，西南17公里外和正北8公里外的房子，租金也咬在一起，物理距离差了1倍甚至3倍，到核心区的时间却一样，于是房价就一样了。这不是地段的魔法，是一列在地下跑了160多年的铁皮车的魔法。大多数人做这个计算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下意识把时间当成了货币。今天我们打开这份海马档案，研究一列每天在地下跑，却悄悄决定了你每个月房租交多少钱的铁皮车——地铁。伦敦的浓烟，东京的毛细血管。在讲它怎么定价之前，先看一组数字。今天，全球超过180个城市拥有地铁系统，每天运送超过1.5亿人次。东京的地下铁网络密度世界第一，你在东京任何一个地方，步行10分钟之内几乎一定有一个地铁站。上海的轨道交通里程超过800公里，是全球最长的地铁。香港地铁上盖物业的总价值超过了港铁公司卖票100年的收入。地铁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是现代城市赖以呼吸的肺。而这一切从一列冒着浓烟的蒸汽火车开始。从烟囱里爬出来的乘客到城市操作系统。1863年1月10日，伦敦，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大都会线开通了。但画面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列车不是电动的，是蒸汽机车拖着木质车厢，在地下隧道里冒着浓烟跑。当时的报纸形容乘客下车时像从烟囱里爬出来。但即便如此，开业第一天就运了38000人。为什么伦敦人这么拼？因为当时的伦敦已经堵到崩溃了，马车、手推车、行人挤在狭窄的街道上，从郊区进城要花2个小时。地铁的出现把通勤时间直接砍到了20分钟。然后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地铁沿线地价开始疯涨。人们突然发现，我可以住在以前觉得太远的地方了，因为远的定义被地铁偷偷换掉了。以前看的是公里数，现在看的是分钟数。这个逻辑后来被经济学家理查德·赫德在1903年总结成了土地价值理论。城市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它到市中心的时间成本，谁的交通更快，谁的地就更值钱。但这里有件事反直觉，最早受益的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因为19世纪的地铁票价不便宜，穷人坐不起。伦敦的 Metroland 大都会铁路沿线开发的郊区住宅区，就是专门针对想逃离市区但又需要通勤的白领打造的。开发商在地铁站旁边直接盖小区，广告词是住在花园里，上班在城里。你看，160年前，地铁房的概念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后来的东京、纽约、香港、上海全都在重复这个公式，只是每一座城市都给它加上了自己的版本。3座城市，3种定价方式。东京，密度就是一切。东京的地下铁网络密到什么程度？在这座城市里，找不到地铁站比找到更难。更有趣的是，东京的私铁公司，像东急电铁、小田急，商业模式和伦敦的 Metroland 如出一辙，但进化得更彻底。他们不只是在地铁站旁边盖房子，他们干脆自己经营整条铁路沿线的新城。你坐东极线去涩谷上班，住的是东极开发的社区，逛的是东极开的商场，一条铁轨串联起了一整个生活闭环。东京用密度证明了地铁的定价权和网络的密度成正比，网络越密，通勤等时圈就越细分，每一环上的价格梯度就越精密。香港干脆不卖票了，卖楼。香港把这个逻辑推到了商业的极限。港铁公司本质上是一家房地产公司，顺便运营地铁，它靠地铁上盖物业的租金和出售，赚的比卖车票多得多。九龙站上盖的 Union Square 综合体，把地铁站、高铁站、商场、酒店和超高层住宅垂直叠在一起。同一片区，离地铁站500米以内的房子，能比800米以外的贵出15%到20%。香港用商业证明了
地铁的定价权可以脱离运输本身，它可以被封装成一座楼，直接卖掉。纽约不修新线了，但老线的价值还在涨。纽约地铁已经几十年没有大规模扩建了，但它的老线路沿线房价持续走高，不是因为线路多了，而是因为纽约只有一个曼哈顿，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通勤，每一条放射状的地铁线都是一条不可替代的价格射线。纽约用不变证明了地铁的定价权不需要扩张来维持，只要城市的结构不善，老线本身就是硬通货。三座城市，三种进化版本，但底层的逻辑完全一致。地铁不是交通工具，它是一台把时间折算成价格的机器，只是每一座城市选择了不同的汇率，而它具体是怎么折算的，这就到了本期最核心的问题。你以为你买的是地段，其实你买的是心理距离。三座城市，三种定价方式，但回到那个最朴素的问题，为什么同样40分钟到市中心，差10几公里，房价一样？城市规划里有一个概念叫通勤等时圈，同一个圈上的房子，竞争的不是地段，是分钟数。你站在地铁线路图前，看到的不是彩色线条，是一张时间地图，每一条线都是一根价格等值线，而真正把一个数字牵到另一个数字上的，是一个心理规律。行为经济学里有一个发现，大部分人能接受的通勤上限是45分钟到1小时，不论这个城市有多大，北京在扩张，地铁在往外修，但通勤容忍的天花板基本不动。地铁延伸的方向其实是人们愿意忍多久的方向，你能忍40分钟，就住到40分钟券的外缘，房价刚好是工资能负担的程度，只能忍20分钟，就必须住在更贵的地方。香港把这道换算题做到了极致，同一个片区，离地铁站500米以内的房子，能比800米以外的贵出 15% 到 20%。换句话说，你每个月多交的那1-2千块房租，不是在买更大的房子，是在买下楼就是地铁口那2分钟。说白了，地铁不是在卖运输，它在卖你愿意用多少时间来交换便宜的空间，这个选择本身。它不只改了房价，它悄悄改写了你生活的4张地图。如果把地铁的影响力从房价这个单点上拉开，你会发现一幅更壮观的图景。地铁像是一个沉默的操作系统，在后台运行了160年，改写了城市里几乎所有事物的分布方式。先说最日常的，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地铁站出口附近一定有早餐铺、奶茶店和便利店，这不是偶然。商业上有一个概念叫动线消费，人在通勤路上经过的顺序就是消费的顺序，出地铁买早餐，进地铁买夜宵。地铁站出口是流量的阀门，谁卡住了它，谁就卡住了钱。再拉远一点，这个商场为什么会活着，那个为什么会死，一个购物中心能不能活，有一个硬指标叫地铁可达性。上海的数据表明，地铁直达的商场客流比非地铁商场高出 40% 以上。反过来，有些老商圈衰落，不是因为东西不好，而是因为地铁规划绕过了它。北京的王府井、西单越来越难跟三里屯、国贸竞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后者是地铁枢纽，前者只有单线经过。北京的王府井、西单越来越难跟三里屯、国贸竞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后者是地铁枢纽，前者只有单线经过。再深一层更扎心，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地铁也有份参与。地铁票价的定价策略在默默划分人群，票价越贵的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出行范围越小，直接影响他们能找到什么工作，接触到什么资源。伦敦的一项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更倾向使用公交而非地铁，因为公交便宜但慢，结果他们的就业可达范围比中产小了将近一半。交通工具在偷偷决定你的机会边界，而你甚至没有察觉。最后这个比较浪漫，地铁决定了你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力有多大。在只有步行和马车年代，一个人对城市的认知大概就是步行能到的范围3到5公里，但有了地铁，你对城市的心理地图突然扩大了几十倍。你知道几十公里外有一个地方，虽然没去过，但坐地铁能到。这种可达性想象力是现代城市人特有的一种心理能力。地铁让你觉得这座城市是可拥有的，
哪怕你从来没去过其中80%的地方。早餐、商场、工作、想象力，4个完全不搭界的维度，被同一条线索穿了起来。今天的地铁再扩张，也在重新回答那个老问题。那么，地铁这套系统现在怎么样啦？它仍在高速扩张，中国已经超过50座城市通了轨道交通，深圳的密度10年翻了3倍，站成一体化，无人驾驶90秒一班，地铁在继续进化。但与此同时，3股压力也在悄悄撼动它160年来建立的定价权。第一股，远程办公正在动摇通勤本身。如果每周只需要去办公室2天，你还会为那40分钟的通勤圈多付30%的房租吗？地铁定价权的根基是通勤是必需品，当这个前提被部分抽走，地基就开始松动。第二股，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在分流地铁的不可替代性。网约车渗透率越高，离地铁站多远，对房价的影响就越弱。共享单车刚出来时被叫做地铁伴侣，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在证明，有些出行，地铁不是最优解。第三股，城市在去中心化，当市中心变成好几个，一条地铁线就不再是唯一的定价轴。深圳的多中心格局，让地铁对房价的解释力远低于香港。这3股压力不是说地铁带来的溢价会降低，更准确的说法是，它正在从唯一的城市定价轴变成多轴系统中的主轴之一，而地铁应对它的方式，站成一体化、无人驾驶、更密的网，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下楼就是地铁口那2分钟缩到更短。那些花花绿绿的线路图，其实是城市最诚实的资源分配表。地铁的故事，说到底不只是交通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的是，一座城市里最值钱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能看见的建筑物，而是那些你看不见的系统，它们在后台默默运行，决定了你能住在哪，在哪上班，周末去哪逛街，孩子去哪上学。你每天的每一个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早就被那几条彩色线路规划好了。从这个角度再看地铁线路图，它可能是当代城市最重要的文件。它看起来只是一些彩色的线，但每一根线都在画，谁可以去到哪里，谁可以花多少时间，本质上它是一张城市的资源分配表。你每个月多交的那2000块房租，不是买更大的房子，是买下楼就是地铁口那2分钟。这句话放在房产上是商业逻辑，放在生活里，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交易，用钱换时间，再用时间换钱。偶尔停下来想一想，这道题我们到底算赢了没有？那么你每天通勤多少分钟？你觉得你住的地方是等时圈的哪一环？你是用自己的时间买了便宜的空间，还是用贵的空间买了多出来的时间？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把一个你以为很熟悉的东西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的感觉，欢迎关注海马好奇研究所，我们下期见。